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正所的阿修。当我们聊到非洲的时候，你脑中第一个跳出来的画面是什么？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还是成千上万的动物在迁徙？又或者是一些关于贫穷、战乱的那种挥之不去的印象？好，今天我们就要用数据跟事实来一场大扫除，把这些过时的刻板印象一次清干净，带你重新认识一个你可能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的非洲大陆。OK， 我们先来个小测验暖身一下，很简单的问题哦。你觉得非洲大陆总共有几个国家？先别急着回答哦，因为光是这一题的答案就比你我想象的还要复杂很多。这就是我们今天分析的路线图。我们会从几个你可能也会答错的常识题开始，接着一步一步拆解关于非洲在地理、人口、历史还有当代地缘政治上的巨大迷思。最后，我会给你一个像是我们分析师在用的工具箱，教你几招，让你在未来能够用更精准的视角，自己去看懂这片大陆的惊人变化。好，话不多说，我们就从第一个挑战开始吧。在我们深入探讨之前，先用几个小问题快速校准一下我们对非洲的基本认知。来，第二题，提到殖民非洲的国家，大家马上会想到英国跟法国，对吧？但除了这两个巨头之外，你还能想到哪些欧洲国家也曾经在这片大陆上留下过殖民的足迹？跟你说，这个名单其实比很多人想象的要长得多。好，最后一题，也是我认为最关键的一题，非洲大陆的平均年龄大概是几岁？这个数字可以说是解锁非洲未来潜力的一把核心钥匙。都想好了吗？那么我们就从地图开始，来破除第一个也是最常见的迷思，关于非洲的真实尺度与政治版图。如果你正在听，这部分非常值得你笔记一下。第一题的答案，非洲到底有几个国家？目前国际上，特别是非洲联盟 African Union 普遍承认的数字是54个主权国家。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为什么会有49、55、56这些选项呢？这背后其实反映了非常复杂的政治现实。比方说，有一派的观点认为北非5国在文化上更接近中东，所以只算撒哈拉以南的49国。但如果你承认西撒哈拉的土权地位，那数字就会变成55国。更有趣的是，要是你再加上连我们台湾都设有代表处的索马利兰，那总数就是56国了。你看，光是一个数字就牵动了主权、认同跟国际政治的角力，这就引发了另一个思考。我们平常看到的世界地图，其实在视觉上严重压缩了非洲的真实大小。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把整个美国、中国、印度、日本、墨西哥，再加上欧洲大部分的国家，全部打包塞进非洲大陆，空间竟然还绰绰有余。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脑中那张习以为常的世界地图，可能从一开始就给了我们一个完全错误的尺度感。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关键点，我们来谈谈人。这不只是一堆数字，这更是非洲未来在全球舞台上最重要的筹码。目前，非洲的总人口数已经正式突破了15亿，这不只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而已。它代表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非洲的人口规模已经超越了我们过去最常提的那2个超级人口大国——中国和印度。而这就是最惊人的部分，也是我们前面那个问题的答案。非洲大陆的平均年龄，你猜几岁？答案是只有19.2岁，这几乎是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数字。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我们熟悉的台湾，我们的平均年龄是44.2岁。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一边是个充满年轻活力的社会，另一边则是稳重地步入中年。这代表非洲是一个由年轻人构成、充满无限可能的大陆。那这股年轻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答案很简单，就在于生育率。非洲的总和生育率高达4.1。这远远超过了维持人口稳定所需要的2.2，也远高于世界平均的2.4。相比之下，台湾的数字是多少呢？是0.89。这个巨大差异其实就预示着全球未来的人口结构将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所以我们可以下一个非常明确的判断：非洲它就是未来世界的人口红利引擎。当全球许多已开发地区都在面临高龄化跟劳动力短缺的挑战时，
非洲庞大而且年轻的人口将会成为驱动全球经济成长一股不可或缺的动力。好，接下来我们要处理一个更深层的偏见，也就是很多人会把非洲视为所谓的黑暗大陆，一个好像没有历史、没有文明的地方。很多人有个误解，以为非洲被殖民了好几百年。但我们摊开历史来看，从15到18世纪，欧洲人主要活动都只在沿海地区，非洲内陆的王国其实都还是独立的。真正的全面殖民是在1885年柏林会议之后才开始加速，高峰期大概是从1890年到1960年，前后其实不过70年。也正因为非洲有自己悠久的历史，所以南非前总统姆贝基才在1990年代提出了非洲文艺复兴的号召，目的就是要复兴在殖民时期之前那段被遗忘的灿烂文明。同样的，我们也必须超越那种觉得非洲就只有沙漠、草原跟野生动物的刻板印象。今天的非洲拥有非常多高度现代化的都市丛林，比方说曾经历过种族大屠杀的卢安达，现在浴火重生，被誉为非洲的西利空谷。南非的基础设施水准完全可以媲美已开发国家。北非的突尼西亚，还有西非象牙海岸的首都阿比桑，这些都是非常繁荣的经济与文化中心。当我们理解了非洲的真实潜力之后，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这片大陆会成为当今全球大国激烈竞争的一个新前线。如果你正在听，可以注意这个趋势。判断一个地方重不重要，最直接的指标就是看大国们是不是抢着要跟他开会。各大强权纷纷建立跟非洲的定级峰会机制，就是最直接的证明。像是法国最早从1973年就开始了，日本在1993年启动了 TICAD， 我们比较熟悉的中国中非合作论坛是从2000年开始，连印度和俄罗斯也紧随其后。这场制度化的外交竞赛清楚地显示出，所有人都意识到非洲的战略价值正在快速提升。这场竞争不只是经济上的，更是军事和政治上的。举例来说，像吉布地这样一个小国家，因为它扼守红海的战略位置，竟然同时聚集了中国、美国、法国和日本的军事基地。而在西非的萨赫勒地区，我们看到俄罗斯瓦格纳集团的深入渗透，以及当地高涨的反法情绪。这一切都说明了，阿非洲早已经成为大国影响力投射的关键角力场。那么，面对一个这么复杂又多元的非洲，我们到底该如何建立一个清晰的分析框架呢？这引发了另一个思考，我们需要一套工具。我在这里提供一个分析师常用的工具箱。与其用非洲都一样这种懒人包式的标签，不如学会运用这些国际公认的指标。这就像是帮国家做体检一样，你想了解政府的治理品质，可以去看易卜拉欣非洲治理指数；想评估做生意的方便程度，有经济自由度指数；想分析这个国家稳不稳定、风险高不高，那就可以参考贪腐印象指数和脆弱国家指数。透过这些数据，你就能够具体的去比较不同非洲国家的表现，得出更客观、更细致的结论，而不是人云亦云。在我们结束之前，我想分享一句话。辛巴威的前总统穆加比曾经说过，只要白色的车还装在4个黑色的轮子上，种族歧视就永远不会消失。这句话虽然充满了争议，但它却很深刻地反映了后殖民时代的某些视角以及身份认同的复杂性，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好，我们快速把刚刚讲的重点整理一下。第一，非洲不是一个国家，而是由54个多元并存的个体所组成的。第二，它的真实面积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而它的人口结构是全世界最年轻、最有潜力的。第三，它有着深刻的历史，也正在迎向一个高度现代化的未来，并且已经成为全球大国竞争核心舞台。所以问题其实很简单，抛开你脑中那张旧地图，你准备好迎接非洲世纪的来临了吗？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自己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